Merdeka，耶！Thank you，Thank you。Yes，我拿到我的 voucher 了，开心。哎呦，唔係講 Covid 咩？仲可以攞咁多錢嘅？哎呦！Merdeka，感谢麦当当送我一个 burger 的 voucher 哦。喂，你是不是在帮麦当当打广告？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在帮麦当当打广告。可是如果他们愿意 sponsor 我的 video 的话，那当然是更好啦。OK， 那你还是快点回到主题吧。好的，欢迎各位来到 Zillion Invest， 和我阿伦一起从零开始讨论投资知识，和分享大家职场和学习的经验吧。And for the English reader, you may use the subtitle function. And if you still prefer to watch the video in English, please comment and let me know, so that I may open up the English channel in future. 最近大家如果有追踪马股的行情，都应该知道，马股已经从8月份的国盟政府酝酿到台之后的1490多点，现在也向 Merdeka 之手一举冲破了1600点的关口，反弹了接近7点多%。哈，马股反弹关我 X 事哦。当然关你的事啦，因为不止马股反弹，连美元兑令吉也从8月份的4.24回弹到最近的4.15。而如果想要去旅行，你们当然应该要继续看下去，这样你才可以考虑看要存哪一个国家的货币，准备出国旅行吧。而当然，除了投资者欢腾之外，还有即将因 1MDB case 被宣判的大马网红 Busku 也跳出来为自家人讲话，这样他才有可能我是讲被选民们看到巫统领导下的政府对股市的正面影响，不要帮我乱讲话啊！而相较于微弱执政的国盟政府，有数十名巫统的国会议员撤回对国盟政府和时任首相慕尤丁的支持之后，把波涛汹涌的政治乱局浮上台面，让马股一度跌至全年最低的水平。而现在政局尘埃落定之后，政治动荡的风险算是消除了，而我们的现任首相 Ismail Sabri 也向反对党伸出了橄榄枝。多謝觀音菩薩，弟子唔想聽教。专注应对我国的新冠疫情和经济课题，经历了一次投票换了3个政府的外资，也好像比较习惯了，很快就把钱重新投回到大马股市。而同时间，油价也从每桶的65美元上涨到72美元，也带动了我们的马币。而其中大家一个最想去的地方，也就是泰国曼谷，也从1令吉兑7.3泰币反弹至7.8到7.9泰币左右。这当然还有别的因素，那就是因为泰国的疫情最近其实还有点严重。可是从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泰国的疫情高峰期好像已经过去了。这样你们还不快点去考虑一下，到底值不值得现在拿马币去兑换泰幣呢？最新消息啊！政府又有辦單黑派錢啦喂！你再講多最新消息咧，我打柒你！你睇我認到邊個聲，我打柒你，你同佢講咁樣 send 翻俾佢。哎呦，两个不要打架！看起来啊，这个新政府真的是有跟阿吉哥取经哦，让这个经济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有钱赚。不要忘记，我们的马股还有引以为荣的 National Team 国家队的支持，让我们指数看起来棒棒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8月尾是上市公司们公布第2季度成绩单的时间，而目前贡献马股最多的行业还是金融业，特别像是Maybank 啊、Public Bank 啊这些。银行的龙头老大，哇，他们的 profit 真的是从几十%上到100多%，特别是我们财政部长的前公司 CIMB Bank，net profit 更是起了291%，哇，这些银行真的是砸很多，不是，我是讲赚了很多钱，难怪这些 CEO 都拿这样多的 bonus 了。你是想被断后路吗？哎呀，我还是不要讲这样多了啦。你们自己去 Google 一下，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哪一个银行的 CEO bonus 拿的最多，薪水跳得最高啦。哎呦，唔係講 Covid 咩？仲可以攞咁多錢嘅？哎，我这个 X Investment Banker 也收到一样的 message 了，上面写到 First of all, we'd like to thank your contribution and hard work throughout these tough periods.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COVID-19 situations, we hope that you can continue to stand with us and support the company during this challenging time. 阿伦，你又跑远了。哎呀，对不起，回到去我们刚刚讨论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银行的 net profit 起了那么多。可是有一点是大家非常需要注意的，也就是银行的拨备 loan loss provision， 去年是准备了很多，所以现在只是重新把账目上的这些损失加回来而已，而这些都是一次性的，可能需要你们特别的小心这个短时间冲上去的指数。随时都有可能回调。当然，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科技与能源部长，不是，是卫生部长凯里负责的疫苗全国人口接种率已经达到了46%，而几天前，首相也因为雪兰莪和吉隆坡的接种率达到了89%以上，宣布很快就能够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的第2阶段，可以 kesana kesi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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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这个阿伦真的是。那为什么这两个地区的开放会刺激马股呢？那是因为雪兰莪和吉隆坡是国内最主要的经济命脉，总共占了48%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的 GDP。现在我们看到了银行股啊、油气股啊、钢铁股等等都逐渐反弹了。那还有一个沉寂已久的建筑相关股票，会不会也迎来同样反弹呢？不要忘记。下个月即将登场的就是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如果政府要振兴经济，那肯定少不了需要分配一些资金到基础建设发展当中。还是你觉得会有其他领域会成为这次budget当中的大赢家呢？又或者国会的展言，消失不见的新首相新任动议会再次的对这个政局造成干扰，让好不容易迎来春天的马股和令吉会再次的被投资者抛售呢？记得 subscribe 和 comment 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哦。如果我不喜欢你的 video 怎么办？这样你就更应该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在接下来的每一个视频当中来酸我嘛，对不对？如果你想要拿到免费的25令吉 Bitcoin， 又或者是零管理费的 Robo Advisory， 那你就用下面的 Luno 和 StashAway 的 link 来开始你的投资吧。又或者你想要开设 Trading Account 或者是 Unit Trust 的 ETF 的话，那你就在下面的 Google Form 填写你的资料，让我知道吧。拜。耶！我可以拿到 free 的。Hello， 大家好。我现在要讲的是 Celia Invest，OK。欢迎来到今天礼拜